他家我觉得品相挺好的。我唯一二刷的烧鹅，因为我第一次没吃明白，我觉得这烧鹅挺好吃的，但是网上评价完全不如以前，所以我在走之前又二刷了一次，去寻找答案。确实，第二次吃着跟第一次不一样。专门跑到这里来吃，他们都说那个嘉禾更专业，但我看图片这家品相更好，就来这家吃吧。烧鹅是在这里做，闻着还挺香的。哇，生意太忙了，位子要自己拿。我没去嘉禾和肥展，是因为我看有点像抖音推广店。这价格还挺便宜的，不过它这个店定位是快餐。那个是我烧鹅要1粒，然后这烧鹅能要鹅腿吗？他们家的定位就是老城区的快餐店，也是本地人吃的。在花都这边，我觉得游客比较少。它有2个店，如果你们要来的话，就直接来总店。他家我觉得品相挺好的。我觉得它这品相挺好的呀，他们都说现在不好吃了，尝一尝吧。烧肉叉烧，这份应该是我的。反正我是研究了一大圈，感觉哪家都不行，就这家吧，可能这家也不行。他们说那家嘉禾更好吃，但是我看那个是个大酒店，还是算了，就吃这个吧。这鹅我怎么看品相都可以，但是好多人说咸，但是我大众点评上又说没味道，所以只能自己来试了吧。缺点就是太肥了，网上说，就是每一个点评我基本都看完了。先这样吧，就。它这个烧鹅汁水也挺多的，有点像鹅鬼。现在在广州最后一天，这家店再吃一次试试，不可能。到底是不是最好的烧鹅？就这几家对比，那肉到底有没有腥味？我都要再吃一次试试，再吃一次。花都离机场比较近，这是我最后一天从广州回上海，又想去验证的。这时候我已经吃完顺德那几家烧鹅，我再来谈感受更客观。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鹅的皮是有厚度的，不会像陈林烧鹅没有厚度，而且它也不会像鹅鬼那么肥。汁水也很多。我光从它的品相上来看，我就知道他们说的20年前神一样的烧鹅，我是信你。它的这个价格，我觉得在广州来说不算贵，60块钱1粒下装。对，米饭有没有？有啊。这1粒烧鹅看着也挺1/4只吧，可能。看看好不好吃，找个图片。像这样看完全没有皮下脂肪，不像他们网上说的那么肥啊。烧3斤很好吃。首先它的这个皮会反光，而且反光的颜色质感跟前面3家不一样。还可以，挺瘦的呀，一点肥肉都没有呀。鹅也不腥，皮也挺脆的，香啊，挺好吃的。搞了点烧鹅汁配饭。他们家还可以吃快餐类的，应该属于性价比的店铺。看烧肉，烧肉没有太大特殊的味道，好吃在皮该厚的厚，肉特别厚，而且肥瘦比例特别好，不会特别肥，瘦肉为主。叉烧，他们家的这些东西有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味道有接地气的内核，是平时街坊邻居会经常吃的东西。肉很多汁水。我觉得他们家你就别定位太贵，就是一个那个快餐是比较合理的定位，味道也挺好。它的叉烧比较有锅气，不像丽苑那个太死了，挺香的。
味道没啥出奇的，真的好吃。排骨也可以，排骨太甜了，不过有脆骨是紫排了。点了个油麦菜尝一尝。我很奇怪，这种味道他们会说不如以前好吃了。还可以，他们家味道就是正常能想象到，但是比普通好吃一点的烧腊。它这个烧肉我觉得不是很肥，挺好吃的，皮也焦香，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热的，它不是复热的。其实我第2次来就解惑了，你们等会儿看。它这个鹅一点肥的都没有呀，网上怎么说他家太肥了，而且说他家咸，我吃着不咸吗？你吃着咸不咸啊？在下边不咸哦。那整体也就1、2片。他们家真的，我觉得已经把烧鹅水平做得很高了，皮又香又脆，肉又香又多汁，而且还没腥味，吃着还比较嫩，一点腥味都没有。其实你们透过屏幕也能看出来，这家店烧鹅肉的皮跟上2家不一样的，它的肌理看着就一点都不老，薄薄的一片，特别薄，而且还脆。我妈说这块肥，但这块我觉得也不肥，就一点点肥。我这里有一点肥的，蘸点酱。我是不喜欢酱酸，蘸酸甜，酸梅酱。而它这个酸梅酱有点不一样，挺酸的，所以挺好吃的。其实你们看这些烧肉也好，叉烧也好，肉上都是带汁水的。我觉得这家店真的可以，但是如果你不吃细节的话，可能觉得味道都差不多。叉烧还可以，也不是很甜，但是排骨有点太甜了。你们看这烧鹅肉的肌理就跟其他的不一样，这种肌理一看着就不一点都不粉，不会咬了一口肉直接是粉的那种老的。它这块皮上有点肥油，不过我给它吐掉了，吐掉就不油了。我知道它这个烧鹅其实不咸，是下面那个汁有点咸。你吃到最后几块蘸汁蘸特别多就行。他家直接点那个烧鹅饭可能最好吃，就不会有这个问题。烧鹅吃完了，味道可以，它这个鹅肉是极致没腥味的。你在上海吃的那些鹅肉是有腥味的，吃不了。它这烧鹅是没腥味的。它这个焦鹅的卤汁我发现了，特别清爽，没啥特殊惊奇的味道，只能说把该做到都做到了。要开我家楼下就我会天天吃。然后王老感觉今天这个鹅没那天的好，这皮看着品相就没那天的好呀。而且这个鹅有点肥，感觉跟之前的不是同一个吧。尝一尝，尝一尝。这个品相有点不太一样，连鹅的样子都不太一样，可能不是同一个人做的。它这个肥肠没什么腥的，尝一尝啊，卤的上次没吃过。卤水肥肠没潮汕的好吃，还是有一点大肠的味道。鸡翅尝一尝，这鸡翅瘦的很。鸡翅有点咸，但是超瘦，而且有一种香味，特殊的香味，还不错。我先吃一会儿再来点评，看一下这烧鹅到底怎么样。刚才吃确实没有腥味，而且如果要说他们家烧鹅肥的话，那真的没有吃过顺德的，顺德的才叫真的肥。说那么多了，点评一下啊。看这个烧鸡翅有点咸，但不能说特别咸。香还是香的，适合喜欢吃纯瘦肉的人，没有腥味。它这烧肉皮烤得都很漂亮，肥瘦比例还可以，但我把肥的都涂了，因为我要吃那么多，我再吃肥的肯定扛不住。烧肉好吃，皮稍微普通的要厚一点点的，而且就有焦香味。然后这个大肠做的一般，比潮汕差得远，有一点大肠的味道。用的原材料应该没多好，我说的是极致的味道。潮汕的大肠太香了，但是这大肠异味也没有上海的重，
但有一点点不是很明显。这个鹅肉啊，烤的时间不稳定，像这一只可能是没把这个油烤干，太肥了。看我煮了多少鹅肉，但是它的鹅肉有一个致命的好的地方，就最好的地方，跟别人区别开来的地方，它的鹅肉本身是香的，而且没有腥味。有可能它鹅用的比其他的那些鹅要好，但是它火候把握的不好，但是还是比其他家的鹅要好吃。只能说碰运气，你经常来吃，它有时候烤的干，像我上次就不肥，这次太肥了，把肥肉吐掉难吃，因为它鹅肉是香的。我还会选择它的原因是，我还没找到第二家鹅肉是香的，不是腥的。如果有第二家比它火候把控的好，那就能取代它。你看这个太肥了，我都是土掉，所有肥肉我都土掉，但是它的肉是香的，鹅肉不是腥的。我这份就踩雷了，全是油，但它鹅肉是好吃的，没有腥味，吃也很香。这就要看运气，它瘦的鹅就好吃，烤好的就好吃，没烤好就这样。第二次的鹅肉在很厚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点瑕疵，第一次没有。吃完了啊，肥肠不吃了，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我就想看看跟潮汕的差距是多少。食材不是一个级别的大肠的食材，潮汕那家肥肠太好吃了。